这个女子在熊熊大火中度过了一夜，却奇迹般的毫发无伤，身边还多了3条小龙。她就是龙妈，全名叫做丹尼利斯·坦格利安。坦格利安家族曾统治维斯特洛大陆长达284年，是唯一能够驯服龙的家族。然而到了龙妈的父亲蜂王这一代，已经与龙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百姓在他的统治下苦不堪言，于是劳勃联合狼家发动起义，推翻了蜂王的统治，成为新的国王。为了逃避追杀，龙妈的母亲带着肚子里的龙妈和维赛里斯逃到了东大陆。17年转瞬即逝，此时的龙妈已经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她这充满希望的眼神真是令人难忘。龙妈的二哥维赛里斯将她许配给了当地马族部落的首领马王，为了获得马王4万骑兵的支持，助他重新登基，龙妈丹妮与二哥维赛里斯表达了他的顾虑：我不想成为马王的妻子，我只想回家。二哥以讽刺的口吻回应：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吗？但我们的家早已被夺走，我们该如何回家？我们应该带着千军万马杀回去，即使马族的4万骑兵都把你灭一遍，我也会同意。龙妈无奈地遵从了二哥的安排，商总管赠送了3颗龙蛋化石，这3颗龙蛋将助力丹妮成为龙母，马王则送了她1匹白马，两人便完成了婚礼。婚后，马族并没有立刻前往维斯特洛大陆，因为他们没有船，只能先回马族的圣地维斯多斯拉克。一路上，龙妈从侍女的口中得知，龙已经灭绝很久了。然而，她仍然精心照料着3颗龙蛋，并请教侍女如何赢得马王的心。龙妈逐渐融入了马族部落的生活，开始学习马族的语言，并让女仆教她勾魂技巧。龙妈学得很快，不久便征服了自己的丈夫马王。龙妈的哥哥感到不安，因为他在他眼中在马族的地位越来越高，而自己却没有在马族中获得威信，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。他愤怒地用刀指着龙妈：我才是真正的王。尽管龙妈对哥哥也有不满，但他不想让马族的人伤害他。龙妈逐渐认识到，即使给哥哥一支军队，他也没有能力统领，这也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带他回家。不久之后，龙妈怀孕了。马族部落里有一个传统，怀孕的卡利西需要生吃1颗马心。在龙妈吃掉马心后，她在马族部落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了。哥哥看着龙妈在部落里深得人心，自己却像个路人，他感到很是愤怒。看来靠马王夺回王位是不可能的了。他准备偷走龙蛋卖掉后招兵买马，结果被乔拉及时发现并阻止。憋了一肚子火气的哥哥，在喝了2瓶牛栏山后，借着酒劲大闹龙妈的庆祝晚会，还用刀指着龙妈肚子威胁道：我只要属于我的东西。马王答应给我的王冠，这下彻底激怒了马王。他答应了维赛里斯，并说这顶王冠任何人看了都会颤抖。维赛里斯满意的笑了。就在他拿开刀后，马王迅速让人控制了他，然后把自己的金饰熔炼。维赛里斯见状立马求饶。这一次龙妈不再替哥哥求情，她神情镇定地看着哥哥，戴上了那顶滚烫的皇冠。这天，龙妈向马王提起横渡海峡夺回王位的事，但马王却不以为然。马族需要的是骏马，而不是铁王座。画面一转，乔拉收到一封赦免信，原来他是劳勃派来监视丹妮的间谍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商人准备送给龙妈1桶毒酒，乔拉赶紧上前阻止。不知从何开始，作为间谍的他心已经向龙妈那边臣服。马王得知此事后大怒：我没招惹你们，你们却想杀我妻儿。这回马王终于答应了龙妈，他要带着军队打回维斯特洛，助龙妈重夺皇位，将那个铁王座送给他还未出生的儿子。想要助龙妈重夺王位，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买船横渡海峡，所以马王一路烧杀抢掠筹集资金。龙妈见状不忍，救下了一批女人。此时的龙妈还没有意识到，这一次的仁慈会让她痛不欲生。龙妈的做法引来了手下的不满，于是手下公然挑战马王。马王虽然赢得了胜利，但也受了一点轻伤。这是刚刚救的一名女巫站了出来，说可以给马王疗伤。马王手下不同意，但龙妈却坚决让女巫来治疗。过几天，马王因伤口感染重重的摔了下来，他已经熬不过今晚了。乔拉想让龙妈现在赶紧离开，因为马族只追随强者。马王一死，他们很快就会选出新的继承者。新马王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旧马王的家眷。龙妈并不想抛弃马王，她又叫来了女巫，让她不惜一切代价救回马王。女巫说道：我可以救他，但必须要一命换一命。随后女巫用血魔法救下了马王，但他却成了植物人，而龙妈的孩子也夭折了。他质问女巫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时女巫终于说出了实情，
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，他就是想替死去的族人报仇，并且预言太阳从西边升起，海水干枯殆尽，马王才会醒来。看着丈夫马王沦落至此，她知道如果让马王自己选，她也不愿这样苟活，于是含泪捂死了马王。在火化马王的时候，龙妈将自己的3颗龙蛋和巫婆一起带上火场，然后她点燃火焰，不顾乔拉的阻拦，缓缓走进熊熊烈火之中。第二天早上，大火已经焚烧殆尽，乔拉准备上前捡收尸骨，却惊奇地发现龙妈居然毫发无损，身边的3颗龙蛋变成了3只幼龙。原来她是真正的龙之女，众人纷纷膜拜。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，马族向来只追随强者，由于马王的离世，于是马族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，愿意追随龙妈的人寥寥无几。仅剩的这群人在大漠里四处游荡，将要寻找栖身之所。马王送给龙妈的白马也在这时候倒下了。再找不到食物和水，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。龙妈吩咐几个比较能干的部下，分3个方向去寻找食物和水。很快，一匹马回来了，但人不见了。乔拉走上前，发现有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个人头和辫子。这很明显是马王的旧部下所做，他们认为卡拉萨由女人统治是耻辱。此时的龙妈虽然很愤怒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几天后，另一个部下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往东走3天就能到达奎尔斯，一座由13个富有商人一同统治的城市，人们称之为13巨子。城门前，13巨子不相信有真龙的存在，也不理解龙妈现在的艰难处境，要求先看一下龙妈的3条龙。龙妈拒绝了他。香料商人露出了狼的面孔，他当众羞辱了龙妈，然后转头离去。此时的龙妈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女孩，她愤怒地大喊。一番慷慨激昂的警告之后，13巨子之一的扎罗因为欣赏龙妈的胆识，上前为她做了担保。就这样，城门终于打开，部队也得到了休整，小龙也学会了喷火。傍晚，扎罗正在为龙妈的到来召开宴会，他把龙妈带到一处仓库前，说道：“国王劳勃已经死了，现在的维斯特洛大陆一片混乱，正是带兵杀回去的好时机。而这个仓库里无尽的财宝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就可以给你1半财宝，打造军队，助你重夺皇位。”龙妈回去后，把一切都告诉了乔拉，她现在急需船和军队杀回去。乔拉说：“扎罗是个商人，商人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不要轻易相信这里的任何人。”他答应龙妈去找一条船和船长，然后一起离开这里。心急的龙妈不想嫁给伽罗，于是前来求助奎尔斯第2富有的商人香料之王。香料之王并不认为龙妈有夺回皇位的能力，显而易见，龙妈遭到了第2次羞辱。无奈的龙妈只好回到了住处，却发现守卫和侍女全部被杀，龙也不见了。听到消息的乔拉急忙赶回来，他很是自责。在得到女巫的指示后，他和龙妈一起面见了13巨子。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南巫说是他偷走了小龙，关在了不朽神殿。南巫和扎罗在龙妈来奎尔斯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，扎罗助南巫得到龙，南巫助扎罗成为奎尔斯的王。说完，南巫解决了其他的13巨子，并邀请龙妈去不朽神殿。乔拉对南巫捅了一刀，没想到捅了个寂寞。乔拉劝龙妈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他已经找到一艘船，可龙妈早已把3条龙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一个母亲岂能丢下自己的孩子独自离去？随后，龙妈等人前往不朽神殿，南巫使用魔法把龙妈和众人分开。龙妈跟随龙叫声来到一个圆形房间里，周围有很多房间。她推开一扇门，在这里，她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铁王座。就在她准备坐下时，幼儿的啼叫声传来。她跟随声音走进帐篷，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坐在床边，是丈夫马王和他素未谋面的孩子。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！尽管这只是一场梦，虽然很不舍，龙妈还是离开了这里。一开门就看到了被铁链锁住的3条龙，却落入了南巫的圈套。南巫用魔法把龙妈锁住，然而他忽略了一件事：龙是会喷火的。随后，龙妈一声令下，3条小龙相继喷出火焰，烧死了南巫，铁链也化为了灰烬。救出小龙后，龙妈找到了扎罗，她的侍女也在这里。侍女竟然背叛了她。龙妈打开扎罗的宝库，里面空无一物。原来扎罗想空手套白狼，这一招妙啊！后面龙妈也学会了这招。随后，龙妈把侍女和扎罗关进了宝库。这一次，她不会再仁慈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龙妈洗劫了伽罗的财宝，虽然不多，但足够买一艘小船。这是一条懂养生的龙，吃个鱼还要烤熟。龙已经长得很快了，但龙妈还是觉得太慢了，她等不了这么久。她现在急需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。于是他们前往奴隶湾阿斯塔波，在这里可以买到无垢者军队。无垢者的训练方式比死士还要残忍，
他们从小就被阉割，5岁开始训练，每天从早练到晚。惨无人道的训练方式让他们的存活率低至1/4，留下来的都是1等1的强者。绝对的服从和忠诚，龙妈对残忍的训练很不满，但现在这8000名无垢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奴隶主让龙妈尽快做出决定，因为很多买家对无垢者很感兴趣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龙妈被一个小女孩暗算，幸亏巴利斯坦及时出现救了她。巴利斯坦曾是齐国最强大的战士，曾是龙妈父亲的御前侍卫，后面跟随了劳勃。劳勃死后，他前来投靠龙妈。巴黎的加入为正在发展的龙妈增添了一份力量。第二天，龙妈面见奴隶主，他想要买下全部的无垢者，却被奴隶主羞辱了一番。他认为龙妈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后龙妈提出用龙来交换无垢者。巴黎和乔拉听后，立马出言阻止。龙妈瞪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在一番讨价还价后，龙妈以最大一条龙为条件，换得了8000无垢者和翻译弥桑代。乔拉和巴黎再次劝说龙妈不要这么做，但龙妈以强硬的态度否决了。现在的龙妈已经有了王者的姿态，早已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孩。回去的路上，龙妈问弥桑代：“无垢者是绝对的服从吗？”听到弥桑代的回答后，龙妈的一个计谋诞生了。她继续问弥桑代：“跟随我，你可能会饿肚子，可能会生病，可能会被杀，那么你还愿意跟随我吗？”交易现场，龙妈用链子拴住了大龙卓梗。她真的舍得将自己的孩子拱手让人吗？她接过奴隶主的权杖，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：“他们真的属于我了吗？”在得到奴隶主的答复后，龙妈拿着权杖，面无表情地走向无垢者军团。她先是试探性地让无垢者军团向前走2步，果然他们都服从拿着权杖的人。龙妈从扎罗那里学的空手套白终于用上了。为了麻痹她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装作懵懂无知，忍受奴隶主一遍又一遍的辱骂。但她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8000名无垢者战士。龙妈并不想像那些奴隶主一样剥夺这些无垢者许多权利，她知道残暴的统治并不会长久，所以她打算用人格魅力征服他们。龙妈骑上白马，大声地告诉无垢者军团：“你们生而为奴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将恢复自由之身。你们可以选择离开，我在此立誓，不会有人伤害你们。身为自由之身的你们，愿意为我而战吗？”随着一个士兵的响应，全体士兵纷纷响应，没有一个士兵选择离开。至此，龙妈真正的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队。她丢掉那个象征权力的权杖，她已赢得人心，不需要用这个来统治军队。最后，龙妈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前往下一站袁凯。龙妈不费一兵一卒，拿下8000名无垢者战士。后来到了渊凯，这里的人主要训练奴隶，而非士兵。想要攻下强高城后的渊凯，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乔拉劝龙妈直接绕过这里，因为攻打这里对统对七国没有一丁点作用。但龙妈已经见识过奴隶的训练方式，简直是惨绝人寰，所以她决定攻下渊凯，帮城中的奴隶恢复自由。随后，龙妈传令奴隶主让他过来受降，否则的话，下场就跟阿斯塔波一样。使者并没有投降的意思，而是想贿赂龙妈，让她离开这里。但龙妈态度强硬地说：“你们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我杀死城中所有的奴隶主，要么你们解放所有的奴隶，并给他们足够的报酬。”使者大怒：“我们虽然对付不了你，但我们有强大的盟友，他们会帮我们对付你的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去。谈判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龙妈调查了一番，发现渊凯的盟友就是刺字团，他们共有2000骑兵，是个没有底线的兵团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。随后，龙妈邀请来刺字团领袖，想用相同甚至更高的金钱，让他们放弃守护渊凯。没想到团长毫不领情，还说一些污秽之言侮辱龙妈。此时的龙妈内心已经十分强大，面对辱骂仍然面不改色。谈判虽然失败了，但却有个意外收获。龙妈强大的气场、动人的颜值，捕获了达里奥的芳心。当晚，一个神秘人悄悄溜进龙妈的帐篷，他缓缓摘下头盔，原来是次子团武长达里奥。他放下一个包裹，里面是2个团长的首级，他是来投奔龙妈的。随后他单膝下跪，宣誓道：“赤子团是你的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我的心也是你的。”有了达里奥做内应，龙妈轻松拿下了渊凯，并收获了赤子团的2000名骑兵。达里奥献上渊凯的旗帜，说道：“这座城市属于你了，我的女王陛下。”不得不说，达里奥撩妹真有一套。第二天，龙妈亲率大军来到城门前，城里的奴隶走了出来。米桑带报了龙妈的一大串名号之后说道：“米莎是古吉斯语，意思为母亲。”龙妈缓缓走入人群，他们把龙妈高高举起。龙妈顺利解放了渊凯，拿下了第2座城市。
龙一天天长大，但他们却越来越不听话。龙妈该怎么驯服龙呢？在拿下渊凯后，龙妈继续出发前往迷陵。路上每隔1公里就会有一个路标，每个路标都钉死了一个奴隶儿童，共计163个路标。看着生命如此被践踏，龙妈愤怒极了，她要解放奴隶制的心更加坚定。来到米林后，城中的贵族派出一个骑兵挑衅，只见他掏出大宝贝当众放水，并侮辱龙妈的无垢者军团是太监军团。骑兵的话引得城中贵族放声大笑。为了俘获龙妈的芳心，次子团团长大里奥主动请缨，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站在原地，反倒是龙妈有点担心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骑兵，达里奥掏出一把小刀，解决完敌人后，还朝龙妈抛了个媚眼，简直帅爆了。城上的贵族恼羞成怒，放令射箭，可是距离压不够。随后达里奥也当众放水回敬他们。龙妈对城上的奴隶说道：“你们的敌人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身旁的奴隶主，是他们给了你镣铐，还杀死了你们的孩子。我不会给你们命令，只会给你们选择，并且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说完，投石车上前投出一个个木桶，看着一副副镣铐掉落在地上，奴隶们也心动了。又有谁不渴望自由呢？当晚，奴隶们聚在一起商讨是否发起反抗。这时，无垢者领导者灰虫子带人偷偷潜入迷陵城，给手无寸铁的他们带来了武器，并说道：“哪怕只过1天自由身，也比做1辈子奴隶强。自由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自己争取的。兄弟们，一起战斗吧！”奴隶们奋起反抗，杀死了奴隶主。就这样，龙妈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逆鳞，并接管了这里的水军。这时，一个好消息传来，君临的国王乔弗里被暗杀，现在正是夺回铁王座的好时机。一个坏消息也接踵而至，龙妈曾经解放的2个城市再次被奴隶主们控制了起来。乔拉劝龙妈不要去管这些奴隶了，现在杀回维斯特洛要紧。龙妈说道：“我不会让那些被我解放的人重新戴上镣铐，我不去维斯特洛了，我要留在这里。如果我连这里都统治不了，该怎么统治7国？”君临的新任国王泰温听说龙妈的消息后，写了一封赦免乔拉的信，故意送到了巴黎手里。很明显，泰温想离间乔拉和龙妈。龙妈得知此事后大怒，自己最信任的人竟然当过间谍，但又想到乔拉陪自己走过了一路的风雨雨，于是他决定驱逐乔拉，此生再也不相见。就这样，龙妈损失了一个大将，而龙妈的大龙卓耿也越来越叛逆，竟然把别人的羊烤了。龙妈为了平息此事，赔了牧民3倍的价钱。卓耿的惹事并没有停下。这天，另一个牧民抱着自己孩子的尸骨找到了龙妈，卓耿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，他很生气，但又没办法。为了防止另外2条龙出去惹事，龙妈把他们关在了地下室，并戴上了镣铐。没想到自己努力解开的镣铐，竟然戴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。雷哥和维塞利昂嘶吼着，龙妈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地下室。龙妈在攻下迷陵之后，选择留在这里，开始了执政生涯。不懂政治的他将面临许多难题。首先，奴隶主在统治迷陵时，曾将163名奴隶儿童钉在十字架上当路标，而龙妈解放迷陵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163个奴隶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就导致很多奴隶主后代不满，有点过分讨好奴隶的感觉。其次，女妖之子开始作乱，杀死了好几名无垢者。女妖之子是迷陵的一个地下组织，为了打压女妖之子，龙妈先是推倒阴身女妖雕像以示警告，随后龙妈派无垢者加强安保措施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捕后，达里奥和灰虫子抓到了一名女妖之子，但他却只字不提，完全套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巴黎给龙妈讲述他父亲封王的事，劝龙妈统治要仁慈。于是龙妈决定对女妖之子进行公正审判，但意外发生了，成为奴隶的弥桑德斯私自处死了那名女妖之子，这让龙妈很是生气。她现在要建造一个守法的城市，于是她当众审判了弥桑德，曾为奴隶的公民，请求龙妈宽恕他，但龙妈还是给他判了死刑。法律就是法律，谁也不能违反，让成为奴隶的公民十分的不满。他们不懂法律，不懂管理，只知道龙妈杀了他们的伙伴。此时，一名奴隶拿起一块石头砸向贵族，所有公民开始暴乱起来，这可把龙妈吓坏了。巴利只好赶紧掩护他撤离。龙妈在政治上的青涩，导致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局面。内忧还没平定外患，女妖之子已经在蠢蠢欲动。他们把街上巡逻的无垢者引入圈套，进行围剿。他们虽然不强，但胜在人数众多。没过多久，无垢者就只剩下灰虫子一人，苦苦支撑着。就在这时，巴利恰好路过，
加入了战场。巴力被誉为七国最强大的战士，他横跨整个大陆前来追随龙妈，只为履行曾经许下的誓言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荣耀与尊严。他是真正的骑士，不过他已经年纪大了，很多东西力不从心。很快两人都身受重伤，但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。最终巴力失血过多，不幸殒命。他的一生都是传奇。无畏的骑士应该死在战场，而不该死于无名小巷，死在一群戴面具的懦夫手里。龙妈生气极了，巴力的死让他失去了理智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治理国家。大龙卓耿惹事后不知所踪，为了防止雷哥和维塞利昂惹事，龙妈将他们锁在了地下室。不能御龙的龙妈还是真正的龙妈吗？巴力阵亡后，龙妈愤怒极了，她把所有贵族的族长都抓了起来，带到了关着龙的地下室，将其中的一个族长喂龙。这可把其他族长吓傻了。但杀戮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在冷静下来后，龙妈还是选择了妥协。她决定重新开启竞技场，并准备下嫁给贵族的族长。莫拉克竞技场是迷林的传统活动，勇士们可以在这里互相厮杀，胜利者可以得到荣誉以及出名的机会。另一边，四处游荡的乔拉在酒馆里借酒消愁，却意外地发现了小恶魔并绑架了他。小恶魔是龙妈敌对方的势力，乔拉打算将他带给龙妈，将功赎罪，以得到龙妈的宽恕。但小恶魔本就在维斯特洛混不下去了，他本就打算投奔龙妈，没想到还顺路了。这里到迷林的路途颇为遥远，想要避开海盗以及土匪，只能从瓦雷利亚穿过。瓦雷利亚是一座覆灭已久的城市，也是坦格里安家族的起源地。它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，却在末日灾难中毁于一旦，如今剩下一片废墟。巨龙的出现打断了正在沉思的小恶魔。这是龙妈的黑龙卓耿，他过于叛逆，已经离家出走一段时间了。这是小恶魔第一次见到巨龙，没想到龙这种灭绝已久的生物重新现世。突然，一个实名跳上了他们的船，这是感染灰灵病的人的一种统称，只要被他们触碰就会被感染，感染者无药可救，所以他们已经没有理智了，能拉下水一个是一个。在经过苦战后，两人逃了出来，但乔拉却感染上了灰灵病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劫后余生的小恶魔跟乔拉说起了自己的遭遇，他被父亲和姐姐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自己的女人也被抢了。说完还说起了乔拉的父亲，他是个好人，真心关怀下属，没想到最后却被叛变的手下杀害。乔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他曾因贩卖奴隶让家族蒙羞，没有脸见自己的父亲，没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在路上，他们遇到了四处抓捕奴隶的海盗，两人双双被捕。在得知格斗场重新开启后，小恶魔立马介绍乔拉，说他们可以帮海盗赢得奖金。海盗看乔拉也有几分武力，答应了小恶魔。两人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来到了迷离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拥有3条龙的龙妈陷入包围，闭上眼睛等待死亡？龙妈为了缓和原奴隶和贵族之间的关系，重新开启了格斗场。而乔拉和小恶魔被海盗抓到后，恰巧被卖到了这里，于是故事线交汇在了一起。在格斗场上，龙妈第一次看这种比赛，觉得很残忍，她无法接受别人用性命厮杀，只是为了博取观众的快乐。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乔拉戴着头盔加入战斗，他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其他人，来到龙妈面前。可当他摘下头盔，龙妈还是想赶他走。乔拉说给龙妈带了一件礼物。随后小恶魔走了出来，头脑敏锐的小恶魔看出了龙妈在政治上缺乏经验，于是他通过3寸不烂之舌让龙妈留下自己。对于乔拉，龙妈还是无法原谅，但又不想杀他，于是龙妈再次下令驱逐他。然而第二天格斗场总决赛开始的时候，乔拉再次出现，让我为你而战吧，我的女王陛下。乔拉被2次驱逐，却又2次归来。面对如此忠心的部下，龙妈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除了马王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这么真心对她了。龙妈的这声鼓掌像是同意了乔拉，却又担心他会死在格斗场。这次的战斗并没有之前的容易，在场的都是一次次战斗中留下来的强者。乔拉打得很吃力，但还是赢得了比赛。突然，乔拉拿起长枪向龙妈丢去，击中了埋伏在龙妈身的女妖之子。原来女妖之子早已埋伏在竞技场，他们开始发动暴乱。乔拉正式回归龙妈身边。此时，贵族首领莫拉克被女妖之子杀害。这下好了，龙妈不用下嫁了。乔拉和达里奥迅速掩护龙妈撤离，但出口早已经被堵住。女妖之子很快围了上来，面对着人数众多且准备充分的女妖之子，无垢者战士一个个倒下。在这绝望之际，龙妈拉着弥桑代的手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但随着一声龙啸划破长空，战局很快被逆转。黑龙卓克运火而出，谁也休想伤我母亲分毫。看着为自己奋战的卓耿，龙妈的内心无比激动，叛逆的儿子终于长大了。羽妖之子不断地向卓耿扔出长枪，龙妈很是心疼，她试探着爬到卓耿背上，说了一声。卓耿应声而动，带着龙妈飞上天空。龙妈的御龙时代正式开始。这是龙妈第一次骑着龙翱翔在天空，她并不会控制龙的飞行方向，于是一路向北飞行，在马族圣地附近才停下来。此时的卓耿已经伤痕累累，龙妈很是心疼，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先回到迷陵，那里的人民需要他。但卓耿又耍起了小脾气，龙妈一爬上他的背就被甩下来，无奈龙妈只好独自去寻找食物。马族的一个卡拉萨正在向圣地迁徙，恰好发现了他。龙妈见状不妙，赶紧留下手中的戒指做标记。果然，马族的人把他绑了起来，把他当成礼物送给了马族现任马王摩洛卡。摩洛卡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，准备揩油龙妈，吓得龙妈自报名号：“我可是风暴降生龙之母，不焚者迷离女王，解放者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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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”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但龙妈的话不但不管用，还引得他们哄堂大笑。龙妈见状，直接拿出了必杀技，果然，这招马族有一个传统，马王的遗孀要在寡妇村孤独终老。于是龙妈被带到了寡妇村，另一边没有龙妈合龙的迷陵城，正处在瓦解的边缘。羽妖之子频频作乱，还把船给烧了。而雷哥和维塞里昂没有龙妈的亲自喂食后，什么东西都不吃。小恶魔觉得是因为他们被铁链锁住了，龙属于天空，而不属于暗无天日的地下室。随后，小恶魔壮着胆子来到了关着龙的地下室，他小心翼翼地安抚着龙。在取得龙的信任后，小恶魔给他们解开了链子，然后惊心胆战地离开了地下室。众人在经过一番商量后，决定迷陵由小恶魔灰虫子和弥桑代镇守。乔拉和达里奥外出寻找龙妈，他们一路北上，在阵阵马蹄印的包围圈中，发现了龙妈的戒指。他们立马判断龙妈被马族抓走了，于是跟随马蹄印来到了马族圣地。白天不方便营救，他们晚上再动手。晚上，龙妈和一个寡妇出去透气，突然，原来是乔拉和达里奥来营救龙妈了。但此时的龙妈并不想走，因为她正在酝酿一个计划。按照传统，她要在寡妇村度过余生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她要接受马族卡奥们的审判。卡奥们开着龙妈的玩笑，说着污秽的话语。龙妈丝毫不生气，她淡定地说道：“你们不配领导马族，但我配。”卡奥们丝毫没有臣服的意思。既然你们不屈服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。说完，龙妈连续推倒了所有火盆，火势迅速蔓延。卡奥们赶紧往门口跑去，可大门早已被乔拉和达里奥堵住，他们已无路可逃。摩卡洛人都傻了，难道龙妈要跟他们同归于尽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真龙可是不怕火的。最终，卡奥们无一幸免。马族人看到大火，纷纷围了上来。龙妈再次浴火而出，此时的她如同天神下凡，众人纷纷跪地膜拜。龙妈也在此时收编了马族。乔拉屡次出手相救，终于感动了龙妈，她决定原谅乔拉，可乔拉却一步步后退，然后展示出她的灰灵病症状。看着乔拉如此，龙妈也第一次为她流下了眼泪。她对乔拉说道：“你曾发誓永远效忠于我，我现在命令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你都要找到解药，治好自己。当我征服维斯特洛的时候，我需要你在我身边。”乔拉眼含热泪的点了点头，直到龙妈的身影消失不见，他才转身离去。龙妈开始带着马族回去迷陵，路上他感受到熟悉的气息，是卓耿回来了。他就像是个贪玩的孩子，等龙妈脱险才回来，这明摆着故意让龙妈遭罪啊！龙妈骑着卓耿再次开始了振奋人心的演讲，有了龙威的加持，演讲十分顺利。有这么大条龙在，谁敢说个不字？龙妈正式让马族4万骑兵臣服于自己，这将会是他重回维斯特洛的巨大助力。另一边，奴隶主们得知龙妈离开迷陵后，开始发动进攻。此时的迷陵已经危在旦夕，众人正在商量对策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龙妈骑着卓耿先回来了。他本想再次将奴隶主全部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小恶魔却觉得杀戮只能治标，而不能治本。于是龙妈决定给奴隶主一次机会，跟他们进行谈判。而3个奴隶主丝毫不清楚状况，还以为龙妈是来投降的。在那口出狂野，伴随着一声龙叫，
黑龙卓梗从天而降，落在了龙妈身边。既然他们执迷不悟，龙妈决定教他们看清现实。她急着卓梗飞向天空。雷哥和维塞里昂收到召唤后，也破墙而出。龙妈一声令下，3条龙喷火烧毁了部分船只，而达里奥也带领着马族部队赶到了迷林。这场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，3位奴隶主看着战局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小恶魔对着他们说道：“你们违反了协议，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死在这，以示惩戒。”于是他们毫不犹豫，把身份最低的奴隶主推了出来。灰虫子上前咔嚓一刀，解决掉其他2人。小恶魔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回去告诉其他人，你能活着是龙妈的仁慈。要是谁想造反，把这里的事告诉他。龙妈现在的军队力量可以比肩任何一个强国，就差船了。很快及时雨就来了。亚拉2姐弟带着100艘船来投奔龙妈，他们希望龙妈能帮他们夺回铁群岛。双方一拍即合，龙妈听从了小恶魔的建议，将达里奥留在了这里，因为感情是对抗洛的大忌。哈哈，开玩笑，因为龙妈统治维斯特洛后，可能需要通过联姻来巩固地位，所以她不太可能带一个情人在身边。达里奥从第3季开始登场，看到龙妈第一眼便爱上了她。在攻下迷林后，达里奥成为了龙妈的情人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他也是一个愿意为龙妈付出生命并爱她的男人。一番深情告别后，达里奥便退了。这一退，后面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在龙妈统治迷林期间，小恶魔屡次向龙妈献出良机。鉴于小恶魔的能力和功劳，龙妈亲自给他颁发了女王之手的徽章。至此，龙妈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以及3条龙即将横渡黑水河。龙妈终于驾驭了3条龙，成为了龙女王，并且废除了奴隶制，世间再无奴隶买卖，人们真正迎来了自由。现在，她正带着浩浩浪荡的军队杀回维斯特洛，夺回本属于他的铁王座。龙妈选择了龙石岛登陆，时隔20几年，她终于回到了出生地。龙妈抚摸着这片土地，久久不能释怀。她要像先祖一样，从这里开始征服维斯特洛大陆。以龙妈现在的实力，拿下铁王座简直轻轻松松，但那样会让她成为灰烬女王，这和她的父亲蜂王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时，红袍女祭司预言凛冬已至。冰与火即将相遇，无尽的黑暗将笼罩众生。在这危机时刻，会有一名光明使者挺身而出，引领大家战胜黑暗。随后，他向龙妈介绍了一个人——北境之王琼恩·雪诺。小恶魔一听，雪诺我熟啊，我写信给他吧。如果雪诺能成为龙妈的盟友，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助力。但雪诺的手下都不赞同他南下，因为史塔克家族南下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他的祖父、父亲、哥哥皆是如此。就算这样，雪诺也执意要南下，因为龙石岛盛产龙晶，而龙晶可以对付异鬼。北境和异鬼就隔了一座绝境长城，异鬼突破长城后，第一个遭殃的便是他们。随后，雪诺来到了龙石岛，冰与火即将相遇。刚登岛，黑龙卓梗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雪诺一见到龙妈，弥桑代就报起了名号。这么长的名号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记住的。一个北境之王的头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看着雪诺那委屈巴巴的表情，小恶魔差点就笑了。之后，龙妈让雪诺俯首称臣。身为北境之王的雪诺当然不愿意。他来龙石岛是想让龙妈与他共同对抗异鬼，但龙妈并没有见过异鬼，所以不相信他的话。冰与火第一次会面就这么不欢而散。在小恶魔的一番劝说下，龙妈答应了雪诺开采龙晶。其一，龙晶对龙妈毫无作用，一个没用的东西却能换来强大的盟友，稳赚不亏。第二，谁会冒着生命危险说一个对自己没有好处的谎言呢？在开采龙晶时，雪诺发现一些奇怪的壁画，这是森林之子留下来的画像，上面画着他们对抗异鬼。这下龙妈终于相信异鬼的存在了，她答应帮助雪诺对付异鬼。一出洞口，小恶魔就再次等候，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龙妈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，终于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来到了维斯特洛。以龙妈的军队夺回铁王座轻轻松松，但这样必会生灵涂炭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所以他决定智取君临城。龙妈此前的计划是兵分2路，前后围困君临城。亚拉姐弟带着舰队绕到军民后方突袭，灰虫子则带领无垢者走下水道，拿下凯岩城。凯岩城是小恶魔的老家，当初是由小恶魔修建下水道，没想到正好派上用场，但现在一切计划都泡汤了。亚拉姐弟遭到了现任铁群岛领主的袭击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亚拉当场被捕，弟弟席恩逃了出来。而无垢者虽然攻下了凯岩城，但却中了詹姆的空城计，凯岩城的主要兵力早已撤离，他们暗度陈仓，举兵攻下了高庭。荆棘女王被毒死，由于小恶魔的计划和龙妈的仁慈，
他们失去了诸多盟友。龙妈愤怒极了，她再也不想理会小恶魔那仁慈的计划。别人的将士们是生命，难道为我所牺牲的将士就一文不值吗？难道他们就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吗？这一次，龙妈决定御驾亲征。她不再仁慈，她要为盟友报仇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詹姆还信心满满，可当卓耿出现在天空的时候，他人都傻了。妈呀，这是啥玩意？卓耿的一记龙炎瞬间突破一条防线，马族骑兵趁势杀入。很快，詹姆的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。他召集一堆弓箭手朝着卓耿发动攻击，奈何卓耿皮糙肉厚，普通的弓箭根本无法伤他分毫。情急之下，龙拿出了终极武器毒蝎巨控，一箭击中了卓耿的右翼。卓耿载着龙妈从高空中重重的落下，不过在落地之前，他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意志力，一记龙焰摧毁了这个对自己有威胁的武器。龙妈爱子心切，爬下龙身，想要帮卓耿拔下弩箭。詹姆一看，这或许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立马骑着骏马，提着长枪冲向龙妈。小恶魔在远处远远地看着，嘴里小声嘀咕着：“快跑呀，傻瓜！”他既担心龙妈，又担心哥哥会丧命于此。就在詹姆即将得手之时，卓耿突然转头。战后，龙妈本想收编所剩无几的施家军，可是总有那么几个钉子户誓死不投降。小恶魔提议道：“把他们关起来一段时间，他们自会清醒的。”但龙妈却极力反对：“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，我对他们仁慈，可谁会对我死去的将士仁慈呢？”随后，他让卓耿烧死了2个出头鸟。其他的钉子户见状，纷纷跪地臣服。这些人真是不打不听话。龙妈御龙而归，落在了一个男人身前。卓耿先是朝其怒吼，随后他发现了男人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，把头慢慢靠近他，任其抚摸。没错，这个男人也不一般，他叫琼恩·雪诺，是现在的北境之王。至于他为什么能亲近龙，留到后面再讲。就在这时，乔拉治好灰灵病归来了。女王陛下，让我继续侍奉你吧。龙妈非常开心，上前给了他一个拥抱，千言万语尽在拥抱之中。灰灵病不是绝症，为什么乔拉治好了？原来山姆在古籍中发现了一种治疗灰灵病的方法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，也没有人愿意尝试，因为治疗过程十分痛苦。他需要切除所有被感染的皮肤组织，然后再敷上特制的药。尽管乔拉是个硬汉，但是此等痛苦他还是忍不住发出嚎叫。只要能回到龙妈身边，这等苦又算得了什么？另一边，小布兰已经预言到异鬼大军开始了行动，他立刻写信通知雪诺，对付异鬼刻不容缓。龙妈很想立刻去帮雪诺对付异鬼，但这样的话很可能会被瑟西偷家。为了让瑟西相信异鬼的存在并停战，小恶魔提议抓一个异鬼给瑟西看看。龙妈同意了，这将会是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。雪诺、乔拉等人立马组成了抓鬼小队，开始行动。在雪地里，他们遇到了一头狮熊，在经历一番殊死搏斗后，终于解决了它，但却牺牲了一名队友。索罗斯也身受重伤。很快，众人遇到了一支异鬼小队，一番战斗后，他们成功活出了一只异鬼，但这个异鬼发出一阵阵叫声，似乎在召唤同伴。果不其然，阵阵脚步声传来，雪诺赶紧让身手最敏捷的一个人先行撤退，回去搬救兵，而他们则跑到了一个结冰的湖面上，瞬间被成群的异鬼大军包围。很快，冰面裂出了一圈水沟，把异鬼阻隔在外。他们被围困了整整一夜。重伤的索罗斯已经冻死，贝利马上把他烧了，不然一会他就会成为异鬼大军的一员。一时手痒的猎狗开始了投石表演，他用石头砸掉了一个异鬼的下巴。见异鬼没有任何反应，他又扔出一个石头，结果落在了之前被踩裂的冰面上。夜王先是派出几个异鬼踩上去，确认安全后，数以万计的异鬼开始发动攻击。面对着源源不断的异鬼，众人绝望。可突然一声龙啸划破天空，收到求救的龙妈赶来。龙妈赶紧拉众人上来，可雪诺却越打越上瘾，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这时，标枪运动员夜王扔出手中的长枪，一击命中委内瑞拉的脖子，伴随着一声嘶吼，委内瑞拉重重地掉落在冰面。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沉入冰冷的湖里，龙妈心痛到无法呼吸。此时，夜王又准备发动攻击，雪诺一看，赶紧让龙妈快跑。说完，他就被异鬼扑进了水里。龙妈看了一眼雪诺，又看了一眼夜王，急忙让卓耿起飞，再不走就全军覆没了。龙妈刚起飞，夜王抬手又是一枪，好在卓耿反应灵活，及时躲开了攻击。龙妈走后，雪诺从湖里爬了出来，异鬼大军闻讯又冲了过来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赶来，是雪诺的叔叔班扬史塔克。他把雪诺抱上马匹，自己则留下来。断后，越来越多的异鬼扑了上来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回到绝境长城的龙妈苦苦等候着，终于等来了死里逃生的雪诺。
龙妈以一条龙的代价换来了一只异鬼，也征服了北境之王雪诺。几日后，在君临城的谈判现场上，龙妈骑着龙霸气登场。会议开始，猎狗向众人展示了抓来的那只异鬼。在见识到异鬼的可怕之后，瑟西答应联手对付异鬼。他要求对付完异鬼之后，北境必须保持中立，不得再参与剩下的战争。可老实的雪诺压根就不会撒谎，当众表明他已经效忠于龙妈，无法答应此事。瑟西气愤离场，小恶魔不甘心，又去找他姐姐瑟西。在他的一番劝说下，瑟西终于答应了派兵支援。就在龙妈离去后，詹姆正准备调兵北上，瑟西阻止了他。原来他表面上答应了龙妈派兵出战，实则想坐收渔翁之利。詹姆不满瑟西所为，决定独自前往支援。成为绿先知的小布兰通过翻白眼看到了雪诺的身世。原来雪诺并不是艾德的私生子，他是龙妈的大哥雷加和艾德的妹妹莱安娜所生，原名叫伊耿坦格利安，是铁王座的合法继承人，也就是说龙妈是雪诺的姑姑。但现在知道这一切已经晚了，这场姑之恋已经上演。雪诺这边推倒龙妈，夜王那边就要推倒长城了。原来夜王复活了维塞利昂，火龙复活后成了冰龙，冰龙吐出蓝色的火焰，不停地喷向绝境长城，长城轰然倒塌。异鬼大军在夜王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地向着南方进发。凛冬已至，一场冰与火的大战即将打响。夜王骑着冰龙摧毁了绝境长城，浩浩荡荡的异鬼大军向南方进发。大战在即，各方势力集结于临冬城。之前在奴隶湾，龙妈不管走到哪都是万人拥戴，他来到这里后却没有一个人欢迎他。这时两条巨龙出现在空中，他们给龙妈拉人气。雪诺见到家人后寒暄了一番，随后介绍龙妈和妹妹莎莎认识。小布兰打断了他们家常，留到以后再唠嗑。现在夜王复活了，你的龙还把它变成了狮龙，长城已经被突破。随后众人开启了紧急会议，但北京的各个首领还是很挤兑龙妈。雪诺一直为其辩解，但效果却微乎其微。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。两条龙在来到北京后有些水土不服，龙妈带着雪诺前去查看，最后他叫雪诺一起骑龙兜风。雪诺从来没有骑过龙，战战兢兢地爬上了雷哥的背上。没想到雷哥对雪诺还算友好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戏弄雪诺。他载着雪诺一会上一会下，把雪诺吓得连连尖叫。两人飞到一处瀑布前，抱起来就啃脖梗，在一旁干瞪着，像个3000瓦的电灯泡。这可把雪诺吓坏了。龙妈得知山姆来了，便去感谢他。当初他治好了乔拉的灰灵病，可龙妈一下没管住嘴，把他烧了。山姆父亲和弟弟的事说了出来。山姆听后失声痛哭。走出书房后，他撞到了小布兰。此时的雪诺正在祭拜父亲艾德史塔克。上次与父亲分别时，向他承诺下次见面时我会坦白你的身世。可是自从上次一别，此后就是阴阳两隔。这时山姆找了过来，他告诉了雪诺身世：你的生父是雷加坦格利安，你的生母是莱安娜史塔克，你的原名叫伊耿坦格利安，你才是铁王座的第一继承人。雪诺听到后懵了，虽然自己不是私生子了，但是他一点也不开心，因为自己的爱人突然变成了自己的姑姑。北京的风俗没有坦格里安家族那么开放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龙妈，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异鬼大军。众人聚在一起商讨作战计。布兰表示夜王最大的目标是他，因为布兰是绿先知，脑海里存在着这个世界的记忆。夜王想要征服世界，就要先抹去人类的痕迹，所以布兰提议用自己做诱饵，其他人先在城外拖住异鬼，然后找机会杀掉夜王。这将会是一场殊死之战，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。于是很多人开始弥补遗憾和过错。雪诺也在地窖里告诉了龙妈自己的身世。龙妈知道自己的王位受到了威胁，因为铁王座的第一继承人是雪诺。还没等龙妈消化这个重磅消息，异鬼大军就已袭来。3声号角响起，异鬼大军来袭，临冬城进入战斗状态。马族骑兵打头阵，其次是无垢者军团、北境等联盟大军打后卫。迪恩则带人保护好布兰。战场一片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于是红袍女祭司用魔法点燃了所有马族骑兵的武器。有了视野的加持，全军士气大涨。乔拉带领着马族骑兵冲向了异鬼大军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异鬼已经突到他们脸上了。马族骑兵瞬间被打了个猝不及防。很快火焰全部消失，骑兵几乎全军覆没。过了一会，乔拉带着部分骑兵逃了出来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恐惧。异鬼大军接踵而至，排山倒海地冲了过来，连战斗力强悍的无垢者都顶不住。
战场瞬间陷入了僵局。龙妈实在看不下去，和雪诺骑着龙上去就是一顿烧。但夜王也并不是善茬，他立刻召唤暴风雪，使原本视线就不清晰的战场变得更加的昏暗。龙妈和雪诺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，只能骑着龙在天上瞎飞。突然，一道蓝色火焰喷出，是夜王骑着冰龙来了，但很快他又消失不见。战况回到地面上，联盟军已经支撑不住了，只能先行撤退。灰虫子则带领着一部分无垢者断后。即使异鬼这般可怕，但无垢者始终没有一人临阵脱逃，至死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上，用身躯掩护着联盟军撤退。看着兄弟一个个倒下，灰虫子心如刀绞，他忍痛把木桥拉断，断后的无垢者全被留在了外面。奈何风雪太大，既点不着火，又给不了龙妈引路。情急之红袍女祭司再次挺身而出，可是她法力消耗过大，求光之王求了半天没有半点反应。眼看着一个异鬼朝他扑来，火终于点着了，战壕瞬间变成了一道火墙，异鬼大军被隔绝在外。龙妈很快找明了方向，利用龙眼支援，但很快夜王就玩不起了。他一个手势，异鬼大军就开始用身躯搭桥，瞬间就突破了火墙。异鬼大军再次发起进攻，战场再次陷入僵局。很快城墙也守不住，大片的异鬼涌了进来，每个人都拼死守护着这片家园。这时一个巨人异鬼冲了进来，一把扫开小熊女。联盟军根本不是巨人的对手，但熊岛没有一个懦夫。小熊女重新站起来冲向巨人，却被巨人一手抓住骨头，碎裂声响起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小熊女拿起一把龙枪匕首刺向巨人，两人同归于尽。而二丫在与红袍女祭司的一番对话后，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转身向门外跑去。联盟军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，终于解决掉了夜王。龙妈也为此损失了接近80%的马族骑兵，过半的无垢者军团。以现在的兵力，想要攻下君临，必须用火龙攻城，这样的话必会伤及无辜百姓。那么他该怎么办？回城之前，龙妈先去看了一下雷哥的伤势，见他依旧坚挺，龙妈便放下心了。按照计划，龙妈先带一部分人回龙石岛，等大军赶来再直取君临城。就在他刚到龙石岛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一支弩箭射中了雷哥，紧接着又是2箭，雷哥一阵哀嚎后陨落在海里。龙妈还来不及悲伤，又一箭朝他射来，偷袭者正是游轮，他已归顺于瑟西。龙妈痛失爱子，怒火中烧，骑着卓梗一个俯冲直奔游轮，奈何游轮有备而来，龙妈只好暂避锋芒，一个急转弯掉头就走。2个儿子都已经没了，卓梗可不能就出事。失去目标的幽轮把矛头转向了船上的无垢者，一番攻击后，船只被尽数摧毁，众人纷纷落水。等他们上岸后，却发现弥桑代不见了，他已经被瑟西抓住。此时的瑟西正在敞开城门，放大量百姓入城。他知道龙妈的弱点就是仁慈，想要攻下君临，必要伤及无辜百姓。小恶魔和瓦里斯也深知这点，在一番好说歹说下，龙妈终于答应谈判。另一边，知晓此事后的詹姆思考了整整一晚上，他还是想拯救一下瑟西，抛下布雷尼后直奔君临。谈判如期而至，小恶魔说只要你们无条件投降，并放了弥桑代，一切都好说。但对方的使者却说你们不投降，我们就杀了弥桑代。见对方这么不知好歹，小恶魔直接去找瑟西，他劝瑟西不要一意孤行，就算不在乎平民百姓，但至少还想想自己的孩子吧。可瑟西却不认为自己会输，他有2万金甲战士，刚刚还成功射伤了龙妈的一条龙，只要他射掉最后一只龙，龙妈凭什么赢？随后他走到弥桑代身前，弥桑代或许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，但他无怨无悔，他目光坚定地看着龙妈，说出了自己的遗言，也是龙妈心里的话。龙妈眼睁睁地看着瑟西处死了弥桑代，却无能为力。灰虫子也心如刀绞，弥桑代从阿斯塔便追随龙妈，一路走来，弥桑代不仅仅是龙妈的顾问及翻译，更是她的知心闺蜜及亲人。瑟西暗杀雷哥本就让龙妈愤怒，现在又处死了弥桑代，这彻底点燃了她心中的怒火。此时的龙妈明白一个道理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接受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准备好接受我的怒火吧。龙妈刚刚痛失爱子，和闺蜜一下子老了10几岁，再强的王者，她毕竟也是个女人。外患还未平定，内忧又开始作妖。瓦里斯正在密谋造反，他觉得龙妈的侄子雪诺更适合当王，于是他在龙妈的食物里下了毒。好在龙妈伤心欲绝，已经绝食好几天，瓦里斯的计划这才没有得逞。不过他又去鼓励雪诺争夺王位，但雪诺对王位并没有兴趣，
发现了这一切的小恶魔告诉了龙妈，他还是忠于龙妈的。大战在即，这种墙头草留不得。瓦里斯曾承诺永远忠于龙妈，如若不忠，便被巨龙烧掉。如今他得到了他应得的。君临之战即将打响，小恶魔知道现在让龙妈仁慈是不可能的，但他还是恳求龙妈听到降钟之后，放过城中的百姓和士兵。龙妈点了点头，然后告诉小恶魔：“你的哥哥詹姆想要去君临，已经被我们抓住，你可不要再次辜负我。”小恶魔找到詹姆，对他说：“找到瑟西后，劝他鸣钟投降，然后你们2个人从地道逃走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”小恶魔知道自己如果放走詹姆，很有可能会被龙妈处死，但他还是私自将詹姆放走。在家族里，只有詹姆才会真正正眼看他并对他好，要不是他，自己很可能就夭折。第二天，大战即将开始，龙妈骑着卓梗朝游轮的舰队飞来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他这次也学聪明，在他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发起进攻。近身之后，毒蝎巨弓就很难瞄准幽轮，连射几箭都没有射中。龙妈怒气值爆表，整个舰队3下5除2就被清理。幽轮跳船逃跑，一上岸就遇到了詹姆，这对情敌一相见就拔刀互砍起来。詹姆挨了2刀后反杀了游轮，继续去找瑟西承接。瑟西派出了黄金团迎战，黄金团似乎是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卓梗从后面喷了过来，黄金团直接变成了黄金炸鸡。上一秒还威风凛凛的黄金团长，下一秒就被人追着打。接下来的战斗是单方面的碾压。卓梗出发前估计是加满了油箱，续航能力是真的强。龙妈首先摧毁了所有毒蝎巨弓，这样子就没了危险。他开着战斗机在上空狂轰滥炸，雪诺灰虫子开着坦克在地面上碾压。瑟西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没打2下就放下武器投降。没过多久，投降的钟声响起，钟声似乎更加刺激到了龙妈，她愤怒地看着红宝，想起了自己刚刚死去的2儿子雷哥和贴身秘书弥桑代。凭什么我就要仁慈？凭什么别人投降就可以活命？谁对我仁慈过？谁又对雷哥和弥桑代仁慈过？龙妈骑着卓梗又飞了起来，直奔红宝。龙妈无法接受瑟西的投降，开始了屠城，势必为雷哥和弥桑代报仇。当小恶魔和雪诺都还在一脸懵逼的时候，灰虫子已经明白了龙妈的意思，他扔出长枪，带领着部队再次发起进攻。他疯狂地刺向守军，给心爱的弥桑代报仇。龙妈在空中也是一顿乱喷，管你是平民还是士兵，既然你们选择了与瑟西为伍，那么你们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雪崩之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一次次可以和平解放的机会，皆是被瑟西亲手拒绝。龙妈选择仁慈的时候，换来的是什么？雷哥被暗杀，弥桑代被当众砍头，到底是谁造就了这场炼狱？压死龙妈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？雪诺看着惨死的平民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自己到底是来解放他们，还是来送他们去地狱的？瑟西自知大势已去，赶紧撤离红堡，却在中途遇到了猎狗，他是来找哥哥魔山报仇的。生化版的魔山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可见到自己的亲弟弟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就连创造他的课本说的话也不听。瑟西看到后也不敢多言，赶紧跑路要紧。兄弟俩一番激战后，猎狗抱着魔山跳下了城堡，同归于尽。当瑟西下来时，詹姆也刚好赶到，这对老情人相拥而泣，然后互相搀扶着走进地道。等他们逃到门口时，却发现大门已经被堵死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屠城终于结束，到处尸横遍野，残垣断壁。灰虫子执意要处死战俘，说这是女王的命令，雪诺却极力阻止。见灰虫子过于执拗，雪诺只好起身去找龙妈。看着灰虫子处死战俘，他的心开始动摇，这场战斗究竟是对是错？另一边，小恶魔惊心胆战地来到了地道，在一片废墟中找到了姐姐瑟西和哥哥詹姆，他伤心地捶地大哭，顿时后悔放詹姆出来，不放他最多被囚禁而已，这回连命都没了。他们俩做了一辈子的地下情人，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也算是最好的归宿。龙妈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，终于夺回了铁王座，但她的雄心壮志可不止如此。雪诺和小恶魔听到后直接懵了，也就是说，像君临这样的屠城可能还会再次发生。当所有士兵都在欢呼雀跃的时候，小恶魔独自走向龙妈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丢掉了女王之手的徽章。随后，小恶魔因私自放走詹姆，被龙妈逮捕。雪诺在一旁冷冷地看着，心中思绪万千。这时，二丫找了过来，他警告雪诺要小心龙妈。雪诺的真实身份始终是个巨大的威胁。随后，雪诺来到牢房看望小恶魔。小恶魔提醒雪诺，龙妈解放世界的道路才刚刚开启，接下来会出现更多的杀戮，君临城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而且你的真实身份是龙妈的巨大威胁。就算你忠于龙妈，那你的妹妹珊莎看她的样子，是不可能臣服龙妈的。那么龙妈会怎么处置她？你必须尽快做出选择。为了七国，为了所有无辜的人，时间不多了。雪诺听完后，虽然表面上还是忠于龙妈，实际他的内心已经动摇和犹豫，因为他想做对的事情。一直以来，他也都在做对的事情。雪诺纠结了一会，就去找龙妈了。此时的龙妈正在红宝的大殿内，她终于看到了铁王座，就跟当初她在不朽神殿看到的一样。历经20多年，龙妈终于回到了这里。她伸出手抚摸着这把座椅。这时，雪诺走了进来，他向龙妈讲述屠城的惨景，让她不要再像今天一样去屠城，并恳请她放过小恶魔。可龙妈却淡淡的说了一句。雪诺一脸懵逼，随后他拥吻了龙妈，说完便将一把冰冷的匕首插进了龙妈的身体。渐渐的，龙妈没有了气息。卓耿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飞了上来，他轻轻地触碰着龙妈，但龙妈始终一动不动。卓耿愤怒的仰天长啸，可怜的卓耿以后该怎么办？卓耿对着雪诺蓄力着龙焰，雪诺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但卓耿却喷向了铁王座，这个由1000把剑打造的冰冷的椅子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。龙妈毕生都在追求他，可惜至死都没有坐上去。然后卓耿轻轻抓起龙妈，向着远方飞去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，但那里一定是卓耿心中最美好的地方。